今天尝试一下新的风格，我把头发给盘起来。这个刘海我不知道是夹上去好看还是放下来。你可能会认为一个人生活后最重要的是学会独立，这固然重要啊。另外呢，你还要学会的是怎么少给自己添麻烦。一个人住，东西买多了，没人帮你处理，家里一乱，最后还不是得自己收拾吗？今天觉得这个好看，买一个；明天觉得那个备用，再囤一点；后天看到哪个赠品又顺手牵羊带一个回来，最后这些东西都不会自己消失。网上的收纳教程一个比一个花里胡哨，越收纳越乱。如果你想让生活变好，那么应该减少物品的累赘，你也不要用以后说不定能用得上的借口，因为真正用得上的你不会忘记，忘的都是会给生活添乱的东西。今天的视频呢，来分享我一个人生活后才学会的10个极简生活的技巧。第一点是我会固定一个补货的时间，通常是每1周或者是每2周一次，把这段时间缺的但不着急用的东西，还有即将用完和吃完的全部记录下来，在手机上呢有个固定的清单专门记录它。这么做的原因呢，单纯就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来回的路上。就好比今天刚出门买完一趟，第二天又想起遗漏了一些还没买，然后你又得出去一趟。假设第二天有别的事情，中途还得绕路或者是留出一点时间去买，这种来来回回的鸡毛蒜皮小事真的很打断生活节奏。尤其是一个人居住，所有的东西都靠自己记，自己补货，没有人会顺路回家帮你带，更没有人会提醒你家里还缺什么。那除了会提前记录下来要补货的清单，我还会计划好整个路线，例如先是去哪家超市，然后再顺着路线往下去别的店。一个人居住的最大问题之一呢，是每天纠结吃什么，所以最实用的办法呢，就是提前把饮食安排好。我会给自己固定的几组早餐和晚餐的搭配，都是平时最常做、最不费劲的那几种搭配轮流来。这样不是说把生活过得很无聊，而是我觉得一个人住呢，本来就不需要每天把吃饭的这件事情搞得像做选择题一样困难。最初我不会做饭的时候呢，都是今天想吃这个就买一点，明天想吃那个又买一点，最后冰箱里什么都有一点，可又拼不成一顿正常的饭。现在购买食材呢，也就围绕那几样来买，去了超市也不只是站在那边发呆，我已经熟悉到要买哪些东西，拿到了就结账走人。一个人吃饭最忌讳的就是食材用量控制不好，买多了会吃不完又坏掉，买少了又无从下手搭配。我一个人居住后呢，总结出来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，就是千万不要高估自己消耗食材的能力。买的时候总觉得这点也不多，那点也不多，结果买了之后呢，就发现根本没有想象中吃的那么快，或者是买回来之后又不知道怎么做了。所以我现在买菜都有意识的控制量，每次呢都是买好1周的量，在购买之前也已经想好了每天大概会吃哪些。青菜通常就是买2种，水果一般就是固定拿蓝莓和黑莓还有香蕉，因为我早上天天都要吃，所以呢水果会吃的比较多。那只有肉类我会多买几包，回家后呢用独立包装冻起来，今天吃多少就拿多少出来。以前没注意，经常一把菠菜吃一半坏掉一半，扔的时候呢还特别心疼。只有坚持购买小份的食材，才不容易浪费。当我一个人住久了之后，就发现让人烦的是，一抬头眼睛能看到的到处都是东西。床头柜上有杯子，有发夹，有纸巾，客厅有刚拆开的包装盒子，有一堆还没收进去的小零碎，厨房台面上又是一排的调料，洗手台更是东一个西一个的摆放着。像这些每天都是我们活动的区域，我尽量什么都不摆，更不指望靠着一堆的收纳盒能让我的生活干净起来。只要东西全部摊在外面，不管你摆得多整齐，看多了也会觉得很烦，好像时刻都在提醒你这里没收拾，那里还没整理。所以我现在尽量少让东西出现在台面上，能收进抽屉的就收进去，能别摆出来的就不要摆了。
接下来的这一点呢，特别适合经常换地方住、租房、住民宿和酒店的人。很多人呢会认为，只要居住环境变稳定了，收纳空间也固定了，再来慢慢建立生活秩序。但对我来说，越是没有固定空间，越要靠自己去把东西放回原位。因为不这么做的话，东西很快就会被放的到处都是。像我平时用完化妆品，我不会说下午还要用，就让他们先摊在洗手台上，我会将它们全部放进化妆包里。还有像钥匙、门禁卡、钱包，都是一进门后，我会先把它们放在玄关处的一个位置上，不至于每次出门都会找个半天找不到。上面说到，不仅是随手将物品归位，更要随手清理每次用完的区域。家务活真的不要堆，越堆你越不想做。我现在呢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手清理，做完饭后马上把灶台边缘处擦干净，洗完头后把浴室里的头发给捡起来，桌上有灰尘有污渍，拿纸巾随手一擦，不会等到脏的不行了才要开始整理，更不会把所有的家务攒到2个星期后，然后再花一下午的时间大扫除，岂不是累到不行了吗？一个人生活的空间呢本来就不多，很多事情呢都是可以随手收拾，人还是可以选择偷懒。你只要多偷懒一点，后面要你去处理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多。我现在是将家务活当成一种解压的事情，放点音乐当成背景音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我想说，一个人做饭真的用不上太多的厨具，多了的都是闲置。我最常用的就是一口平底锅、一口煮锅、一个烧水壶，再加一个空气炸锅，碗碟呢就2、3套，这些也就完全够用了。有时我会住朋友家、回我姐家，或者是住民宿，本来就配了更多的厨具用品。你们经常看到我有不同的画面素材，都是我在别人家拍摄的，就像这些视频的背景也是在朋友家。只要是我自己重新布置的地方，租的房子呢，厨具一定是越少越好，调味料也用不上多少，因为我的口味呢是比较淡的，不吃辣，不吃醋，不吃糖，只会用到橄榄油、盐、生抽、料酒，再加上黑胡椒和蚝油，就这些都是我每次做饭会用到的。像其他调味品买回家，基本可能就只会用2、3次，然后放到过期，我觉得这个很没有必要。我现在对闲置物品会比以前要狠心很多，只要一件东西超过2个月几乎没碰过，我会直接处理掉，能用的就捐掉，不合适的就直接丢掉，能二手出掉的就尽快挂出去，绝对不会想着以后也许会用到的理由将它们一直留下来。这样一来的好处就是你不会越住东西就会越多，搬家的时候光收拾都要花1个星期，这个舍不得扔，那个舍不得丢，搬到新家后又用不上，只能继续堆着。所以呢，我会更喜欢让空间保持一种轻松的状态。当然不是说家里要空得像样板间那样，而是放在家里的东西至少大部分90%都是真的在用，这样住起来呢也会更加的舒服。讲了那么多，独居的生活有好处也有坏处，除了是对自己生活能力的一种锻炼，同时它还很考验一个人能不能过得有规律。一个人住最大的自由就是没人管你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，今天想点外卖还是煮一碗泡面吃都随便你。也正是如此，最大的问题就出现了，一旦人对于时间没有概念，你会觉得今天的时间还很多，工作能拖就拖，饭点也不规律，懒得做饭就点外卖，游戏玩到凌晨3点，又或者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，一晃半天就没了。等到晚上才发现该做的事情一件都没动，然后又在抱怨说自己没时间的。我这马上呢才27岁，可在生活上呢是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的，甚至可以说过得像一位中年人。我会给自己制定每天晚上几点必须躺到床上，几点放下手机开始阅读，早上几点钟起床，几点要下楼运动，还会安排今天几点之前要把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好。尽管我有1天的时间让我去做，但1天下来没有一个大概的框架，没有一个能限制自己的时间，那么时间很容易就跑掉了。哪怕我的时间很自由，我也绝对不会让自己无限拖延。只要我买任何一件东西都要在心里过一遍，这个东西我能否轻松打包带走？如果明天我要搬家，它会不会变成一种负担？这里并不是说我每天都要搬家，而是我会提前设想好这些情况。有些东西我一看就知道太大太重，组装起来还很麻烦，光是想一想要怎么处理，我就已经不想买它了。尽管它对我的生活会起到一点点的帮助，可最终还是带不走大件的物品，还不如
如一开始就选择不要买这种东西，买了看似会解决我当下的生活问题，实际上是在给我埋下一个搬家又要累死人的炸弹。可能到这里你会觉得我在给自己的生活压力和焦虑，可正是如此，我才更加明白哪些东西是我真正需要用到的，我会更加的清楚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